首先聲明部機係佢嘅，我只係借嚟用嘅啫。我一向都係用開 Android 系統嘅 Samsung 同 LG， 對蘋果啲嘢完全唔熟。佢向來都係執個女退落嚟嘅舊款 Apple 機，直到2年前個女去加拿大前話 Apple 嗰部 SE 好抵買，先至幫佢買佢人生第一部全新嘅手機。SE 一如我所料，個芒太細，睇嘢好唔夠睇，所以佢平時喺屋企都係攞部舊 iPhone 6嚟睇 YouTube， 同埋 SE 插唔到2張卡。喺舊年尾，佢話啲研學 YouTuber 話佢嘅星座同八字今年宜破財迎福，問我買部新手機嚟對應呢個運程好唔好？我即刻話好，而且要買就買部最夠照嘅。呢次之所以鼓勵去買部頂級嘅蘋果機，係我之前喺 YouTube 睇過有人介紹部機影相同拍攝功能好有睇頭，話個主鏡頭有4800萬像素，影嘢好清楚，攝錄可以拍到 4K 乘60幅 HDR， 同埋可以拍攝 HD 乘240幅，即係8到10倍慢鏡。講到我心喐喐，乘機唆使去做小白鼠。部機落單嗰陣，俾我感覺就係貴過之前我部 V40 3倍以上。收到手俾我第一感覺就係重，比部 V40 重成半。自冇個女喺度幫手，首次開機，唯有行10分鐘步程去就近嘅蘋果門市店度，由佢哋代勞。門市職員呢，操作同態度都好專業，唔使15分鐘就完成咗資料轉移，即係有保存舊機嘅資料同使用 Apps， 同時又有新機嘅爽利同清晰度。翻嚟首先係測試 iPhone 14最吸引我嘅賣點，個4800萬像素嘅主鏡頭。不過蘋果冇主動向顧客介紹呢個鏡頭嘅使用方法，甚至連隨機1-2頁快速說明都慳翻。我識得啲蘋果機主好多都係只係貪買新機，好似我細妹同妹夫咁，都係靠自己摸索或者問下人，對機內大部分功能都係不甚了了。揸住部 iPhone 13喺 WhatsApp、微信傳啲相同視頻，喺手機顯示出嚟嘅色彩鮮豔就好滿意，冇意識到啲相經過壓縮係唔夠200萬像素，視頻只係 720P， 喺電腦顯示好粗糙。事實上佢哋亦唔知點樣傳輸到電腦，只要可以喺餐廳影到啲菜式 WhatsApp 到俾朋友，像素足夠喺手機睇就好滿意，冇興趣花時間去探討更多嘅功能。要喺網上揾到蘋果手機說明書，但唔係 iPhone 14專用嘅，而係將 iPhone 14包括喺所有使用 iOS 16系統嘅手機內。所以每個性能項目都要再睇清楚 iPhone 14適唔適用，而且說明書冇編頁碼，想揾翻舊問題好唔方便，唔係一本理想嘅說明書，只係好過冇。我盡努力去閱讀呢本艱澀難讀嘅說明書，同時揸住部機喺度嘗試錯誤，逐啲艱辛咁發掘手機隱藏對我或者需要用到嘅功能。經過一輪摸索，再2次到門市請教 sales， 先知道個4800萬像素嘅鏡頭要用 RAW 格式拍攝，同埋要先喺手機編輯儲存為 JPEG 格式，電腦嘅一般圖像軟件先至開到。不過打開咗主鏡頭影啲相，又的確係比部 Sony RX100 嘅2000萬像素清晰，而且色彩鮮亮，係我用過最清晰嘅相機。但長焦鏡頭就跌翻落1200萬像素，再冇高像素嘅優勢，長焦清晰度同 RX100 係冇得比。不過對一部手機嚟講，算係咁啦，唔應該有過多不切實際嘅期望。拍攝4800萬像素嘅檔案係以 RAW 格式大容積儲存，一幅相大概75M， 比一般 JPEG 格式大幾倍。而且係唔可以直接上傳 Google Cloud， 要將相片喺手機度編輯轉換成 JPEG 格式先至傳到。因為 ProRAW 圖片係佔用非常大嘅空間，所以要不時刪除或者轉移，唔係手機記憶就好快爆滿。
講到檔案轉移，用隨機附送嘅 USB 連接線駁入電腦，初時時得時唔得，經常唔知點解咁顯示複製檔案或資料夾發生錯誤。又經過一輪摸索，大概係轉移前要終止手機嘅其他 Apps 運作，咁先至可以順利複製檔案落電腦度，比下下兜兜轉轉上傳到 Google Cloud 再下載翻落電腦嗰度快捷好多。跟住我又遇到另外一個更大嘅問題，係部手機喺門市度做首次開機資料轉移後，用咗幾日全機連程式，我見到係用咗62G 空間，之後再出去錄影，譬如話 iPhone 顯示呢次係用咗30G，咁我將佢上傳到 Google Cloud 用咗唔使15G 就收晒。細查發現 4K 60幅檔案大細相差最大，達3倍以上， 4K 30幅都相差5到30%。然後將手機包括垃圾桶內嘅檔案刪除，但全機空間仍然增加咗10幾G，即使熄機再開，仍然增加咗幾G。對部機內部資料擅自膨脹佔用空間嘅問題，詢問過門市 sales 亦得唔到肯定嘅解釋同消除方法，只係話可以再 reset 部機。但 reset 部機實在太大工程，所以等1個月後，部機嘅使用空間去到接近100G，先焗住要再到門市尋求幫助。前台嘅 sales 都係揾唔到原因，要約其後台師傅做檢查。2日後，師傅 check 過，話都係要重裝部機，2小時後可取。點知到時收到 Apple 電訊，話部機有不明故障，而且發熱，需要換過部機。再返門市攞過部新機，裝過資料。雖然當初係貴2-3倍，但係都係喺蘋果門市度買埋芒貼，所以呢次可以免費再貼埋芒貼。至於 sales 建議利用 Apple Cloud 儲存檔案，但 sales 都話 Apple Cloud 係唔同 Google Cloud 咁，係唔可以喺電腦或者手機度選擇單個檔案自由轉移或者刪除，所以打消咗幫佢再買多50G 嚟試用嘅念頭。而 Apple Cloud 提供嘅免費使用量只係得5G，冇乜作用。Google Cloud 係有15G， 2年前我再買夠200G， 暫時非常夠用。關於充電器同傳輸線，係人都知蘋果啲配件貴到無倫，但市面一啲代用叉電牌子又好陌生，直至我見到而家有得賣，比蘋果平30到50%。我諗而家啲嘢應該可靠啲啩。而屏幕解像度 iPhone 14 Pro Max 屏幕截圖只係2436×1125，係我部用咗3年幾嘅 LG V40 2904×1440嘅65%。但好奇怪，蘋果換咗部新機，個屏幕截圖又竟然會係2796×1290。依家雖然一般手機嘅屏幕解像度已經超越人眼分辨力，所以好多機主都唔太注意呢件事。但更高嘅屏幕解像截圖嗰陣，可以截到更多像素嘅圖片，會更加清晰，可以放到更大。同埋如果戴 VR 眼鏡睇 VR 片，屏幕裸粒冇咁覺，所以高解像屏幕仍然係好必要嘅。除咗攝錄視頻外，我仲有一個需要高級機嘅理由。雖然我唔多玩手機遊戲，但仍然需要有啲 3D 遊戲喺部機度，以備同啲讀緊中小學嘅侄仔外甥見面嗰陣，可以投其所好，消除隔膜。雖然佢之前嘅 iPhone 6同 SE 都只係64G 版本，我嘅 LG40係128G， 但都好夠用。圖像視頻檔案喺 iPhone 14佔位超過預期好多，當初起碼要加多800蚊幫佢買部256G 版本，攝錄起嚟先至冇咁緊手。整體嚟講，經過個幾月嘅密切接觸部 iPhone 14，雖然對蘋果已經冇咁陌生，起碼都叫做基本適用，但下一部機我都係選擇返 Android 系統比較習慣啲。我會考慮買部啱啱退落一線嘅 Samsung S22 Ultra。
希望用比較低嘅成本試下去個3到10倍潛望變焦，究竟可唔可以代替台 Sony RX100？